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今天咱们看一下这个点焊机电路。点焊机的工作原理呢，就是给工件施以大电流，在它表面产生高温，产生融合。随着大电流的过后呢，我们的点焊笔继续压在工件上，给它施以压力。随着时间的延长，工件会冷却，融合在一起的地方就会牢固的粘接在一起了。这个点焊机利用的变压器呢，可以是微波炉的变压器。微波炉变压器呢，我们的初级留着，因为它是220伏供电，次级给它拿下来，在内部绕3到4圈的绕组粗铜线，这样呢，它就可以制作成点焊机的变压器了。我们看它的初级是220伏，次级只有4.2伏。另外呢，它利用单片机进行延时。利用单片机来延时，它的时间比较精确，也可以利用3极管的延时电路，或者是 N1555 的延时电路都是可以的。这个电路呢，它利用了一个变压器、一个继电器，这儿有一个互感线圈、整流桥和几个3极管，以及一个单片机，还有显示的数码管。下面我们看看它的工作原理。220伏通过保险，通过开关进来以后，通过继电器的长开点，在变压器的初级产生交变的电流，从而在铁芯上产生交变的磁场，感应给次级，使后级产生4.2伏的电压，能够产生大的电流。为什么要把继电器的长开点放到初级呢？因为我们知道电压乘以电流等于功率，因为初级的电压高，所以它的电流就小，而次级它的电压低，它的电流就会很大，因为用功率除以它的电压就会得到很大的电流，那么我们的继电器的触点就承受不了，所以要把它放到变压器的初级。最重要的是对继电器要求不严格。这个位置还有一个负电源，也可以用这种公频变压器，也可以用开关电源，它只要给后边提供一个12伏的直流电就可以了。这个12伏的直流电呢，可以给继电器的线圈供电，同时给这个1117输入角3角供电，它的2角输出1角接地，输出3.3伏给单片机供电。单片机可以采用 STC 的。单片机的程序也比较简单，只需要有2个变量，一个变量呢是设定值，也就是说我们延时时间的值，这个变量呢可以用按键来调节。另一个变量呢就是定时器给它累加的值，这个变量呢在我们接收到接通信号以后开始累加，当这个累加值等于我们刚才设定值的时候，单片机就会通过上面这个 I/O 口输出低电位，使上面这个3极管截止，从而使继电器的长开点断开，切断供电。这个程序的复杂的地方呢，也就是我们这2个数码管的驱动，但是数码管的驱动都是初学者灵活掌握的。当我们电源开关闭合以后，我们按动焊接开关，这时单片机会发出驱动信号，给这个3极管积极提供一个高电位，从而使它导通，从而使继电器得电，长开点闭合，给初级线圈供电，从而在后级产生电流。当互感器的初级产生电流的时候，就会在互感器的次级产生电压，经整流桥整流以后，电容滤波使这个电压加到这个3极管的积极，使这个3极管导通，那么就会使这个3极管积极为低电位。刚才上电的时候，这个位置为高电位，那么这个3极管是导通的，很显然这个引角是低电位。当有电流流过的时候，因为这个位置有电压了，这个3极管就导通了，使这个位置为低电位，那么从而使这个3极管就截止了。这个3极管截止以后，在单片机的这个引角上产生高电位，从而使单片机检测到这个信号，开始计时。当另一个变量值累加到我们设定值的时候，这个位置输出低电位，使这个3极管截止，从而使继电器断开，完成了一次焊接过程。数码管有8个断选信号的引角，还有2个未选信号的引角。这2个数码管显示的值就是我们第一个变量，也就是设定变量的值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在计时的时候显示累加变量的值。
当累加变量的值和我们设定变量的值相同的时候，这时我们的继电器就断开，从而使后机停止供电，也就限定了它焊接的时长，从而达到延时断电的目的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